生日要低调，最怕上头条，摊上胡锡进，注定大烦恼。2022年的8月份，简直就是王炸小子王一博脚底抹油，逃之夭夭的可爱画面感了。这份鬼聪明，懂的人注定都揣着明白，不懂的人只会大谈所谓似是而非，不明所以的去留低调了。如果您非常好奇为什么视角永恒359度的询问我会这么说，其实很简单，老是先知先觉的询问我其实非常明白，在现在这个火烧火燎、爱国抗美的热血沸点时间线里，只要有人故意在王一博或者赵丽颖的私人微博中简单的献上一句爱心满满的生日快乐，统一祖国，那么跟着的下一句就足以掀起彻底颠覆三观的网络风暴出来，跟着足以让无辜的王炸姐弟难逃社死了。现在的中国泛政治化的风潮已经无法遏制了，娱乐及政治就是询问我年头说到年终的铁口来的，因此现在才说低调，简直就是废话和废纸了。说白了，这年头低调不低调，真的都是零营养的后知后觉来的。因为有的人一向都非常的低调，例如歌神张学友，一直都低调的简直就是远离江湖，养老当中了。结果呢，还不是被有心人硬生生的给拎了出来，当做最好的靶子，随便吊打了。可以说，现在这个黑粉们纷纷披上粉红外衣的魔幻年代，压根没有低调不低调的讨论，只有重要不重要的词条。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在王一博生日凌晨自动生成庆生动态的那一刻，真的有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为什么询问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生日动态刚一发布成功，就被王一博第一秒抢闸删除了。幸亏了那些倒数着时间、卡着点想送上祝福的粉丝手速够快，才保存下来了那条动态的截屏。于是乎，对于王一博的这波操作，某些网友表示说都没看懂，以为他是出什么事情了。跟着呢，不让粉丝给王一博集体庆祝生日之外，王一博的团队还手忙脚乱地做了一件压稿的事情。要知道，王一博现在就代表着流量，很多品牌方都非常喜欢他，所以他身上现在有30多个品牌代言。作为品牌的代言人，在品牌方面前那都是宝贝，自己的代言人过生日，品牌方肯定得有所表示，发一条动态庆祝是最基本的操作。因为代言宝宝的盛大生日就是品牌爸爸的营销节日，结果这些品牌方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庆生文案，但是被王一博的团队压下去了。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希望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都低调一点，生日每年都有，不过也没事。于是乎，正是有了王一博团队的压稿暗示，品牌方才没有发文庆祝的。这种默契背后的重磅无奈，压根就被人用相当肤浅的苍白解释给一笔带过了。这里面涉及的人物和线索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力和想象空间。当然了，本频道的社区已经放上了一张摩托姐姐的庆生蛋糕图，5种蛋糕设计，您喜欢哪款呢？没有机会在王一博的空间献上祝福的您，可以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偏爱数字，最好一并写下相关的理由，祝福会更美一些的。至于询问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其中一个简粗异长的设计风的，因为非常霸道，冲击力非常强烈。或许这种设计跟王一博的酷拽思想不谋而合了。王一博的粉丝基数众所周知是非常庞大和动态的，佛系的来，也从来不会给他徒增烦恼。但是在王一博生日这天，王一博代言的各大品牌方都走心兼默契地放出了最新物料跟回馈福利，用自己的方式为代言人庆生，整个阵仗还是肉眼可见，势头不小的。而且死忠的王一博的粉丝们，即便无法公开，也都是粉圈当中各自各精彩的存在感，私下的派对必不可少，借此机会各种的狂欢聚餐玩乐，更是每个人妙用自己的思念方式表达对王一博祝福的最好最专的隐秘途径了。有的人甚至比自己过生日还要隆重，送上祝福正主美言吉祥的同时，也极大满足了自己与有荣焉的最大开心。由图可见，绿色蛋糕不用说了，香菜系、小猪系、各种神图系、奥特曼风等等，总之就是吃得开心，看得也开心的节奏。还有跳伞的、玩滑板比赛的、跳街舞的，五花八门，乐此不疲。程会玩说的就是粉随正主的另类画面了。这就是王一博的粉圈众生相的一面。
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中生活，有着一个共同喜欢的人，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一样的人生，却都因为同一个人在同一天选择释放情感，借此机会分享开心与快乐，过春节、闹元宵，不就是这么一种同理同框的家人团聚的抽象概念吗？8月2日，中国央视新闻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写有“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字样的图片，得到大量艺人的转发，包括赵丽颖，包括王一博，而且后者的转发量、点赞量又是断层了。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中国网络之间突然开始流传起来了一份名单，其中不仅包括了没有转发只有一个中国的数十位台湾艺人，甚至不少没有转发只有一个中国的各路美国籍、加拿大籍、新加坡籍、马来西亚籍、英国籍艺人也被罗列了进去。见光死的暴风骤雨正在路上。这份名单的不完全统计显示，至少有39个艺人因为转发只有一个中国，包括林俊杰、孙燕姿等人，现在都遭到了中国网民的火力围剿。转天，也就是8月3日，中国民族主义媒体4月网创始人，在微博上有超过31万粉丝的饶锦见风使舵，立马转发了一段蔡依林的反华视频，并在微博上指斥蔡依林是台独分子，说道：“还没有封杀吗？”粉丝鼓励蔡依林要为我们中国人争光，可是周林，也就是蔡依林，立场坚定，一心只想为台湾人争光这样子。于是乎，风向操作立竿见影，不少网友则在微博上发表了攻击蔡依林的言论，如说她是台独垃圾，要求封杀蔡依林，或用谐音表示林林可真是深毒等等等等。在蔡依林最近发布的一条展示自己戴上编织帽的微博下，也出现了大量针对蔡依林的言论，表示她是台独分子、双面艺人。有网友表示对蔡依林今日起脱粉，国家面前无偶像。于是乎，当天仅1日之内，蔡依林的脱粉量就顺利超过了30万之多。之前粉丝数字是4307万、4274.9万的数字，即便反差不太明显，但1日之间口碑断崖。如果是您，心里面的感觉会如何呢？让Shin Wan我唏嘘不已的是，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1999年的时候，蔡依林在专辑里拿着李登辉的照片合照做宣传，这时候没事。2000年的时候，蔡依林为陈水扁、吕秀莲总统府就职典礼演唱庆祝，这还没事。2001年的时候，蔡依林和台独天王苏贞昌一起出席活动，握手大笑，毫不避讳，并送礼献殷勤的场景依旧没事。甚至2000年的时候，蔡依林参加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现场，并且斩获最受欢迎女新人奖时候，可是她首次在中国国内获奖的高光时刻，还是没事。20多年过去了，等到魔幻的2022年，所有的魔幻都出来了，蔡依林终于突然之间被人拎出来打靶了。归根到底，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知道，说白了，现在就是Shin Wan我全网独家铁口的娱乐圈泛政治化风暴的最佳时间点了。现在这一份还没有积极转发只有一个中国的艺人名单，就是一份不关心政治的艺人名单。问题是，娱乐圈泛政治化风暴扫荡的就是这些不关心政治的低调的艺人。现在好了，你不转发就是台独，已经成为了没有商量余地的政治红线了。于是乎，现在更进一步的是，有网友已经直接招呼所有台湾艺人放弃台湾护照了，入籍大陆了，直接招呼港台艺人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怎么样？这种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的腔调够狠吧？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王一博生日当天献上一句生日快乐，统一祖国，那么下一句您猜如何对仗工整，确保社死呢？Shin Wan我必须提醒一下的是，在社会主义大家庭，艺人口头说爱国，绝对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如果有人真的是这么想的话，那么就肯定迎合了江泽民主席的那一句百年名言了，也就是说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在娱乐圈里混，嘴巴抢了第一真的没用，行动也必须拿下第一才行。比如带头捐款，打造第8艘、第9艘航空母舰什么的，才是精神爱国的顶级刚需和众目睽睽的样板动作。要知道，在解放初的时候，一架飞机珍罕无比，堪比航母，是需要10几亿元救币的。然而呢，一个娱乐界的名人就真的以身作则，热血爱国，
倾家荡产捐赠了飞机，并一举成为了举国楷模，千古佳话了。10几亿元旧币对于常香玉的小小剧社来说，是个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天文数字来的。于是乎，当常香玉提出捐飞机给国家的这个想法时，没人看好，因为按当时常香玉演出的标价，即使场场爆满，不吃不喝也需要连续唱上200多场才行。常香玉的一位爱徒说过，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剧社里有一个老师傅说：“香玉啊，这也太难了。”当时常老师非常坚定，半年不行就1年，1年不行就2年，不信完不成，说一定要把这架飞机完整的送给抗美援朝前线。结果当年的艺人真的很刚，一言九鼎。在动员会上，常香玉卖掉了剧社的运输卡车，把自己所有的首饰以及多年积蓄拿了出来，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彻底做到了倾家荡产，而且还把自己的3个孩子干脆送进了托儿所，完全义无反顾了。半年时间里，他带领香玉剧社连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算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义演捐款金额达到15.2亿余元。徒弟说，除了赶路的时间，剩下都是在唱戏。在武汉连演了10场，买不到票的观众就直接坐在剧场外面听。有意思的是，往南走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南方人听不懂河南话，结果没想到到了广州，居然票房更红火，票都不够卖了。热血如此，感天动地。1952年2月，香玉剧社圆满完成了捐献飞机的义演，如愿以偿，捐购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直到如今，这台香玉剧社号的飞机依旧安静地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成为那段凡人壮歌的永远见证。只是还是世事难料，风云变幻。10多年后，也就是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在破四旧运动中，河南豫剧团几乎所有的老艺人、名演员全部遭到批斗、侮辱，常香玉自然在劫难逃。他首当其冲的被造反派批判为大戏霸，反动戏剧权威，遭到了剃头、画脸、挂大牌子游街等等的人身攻击和羞辱。而且在他经常演出的郑州人民剧场前开批斗大会上，当场烧毁包括木兰从军、红娘在内的珍贵的古戏装行头。那时候，常香玉还被定性成为了中统特务，以至于有一天，他被4个人五花大绑地嫁出去，说要枪毙，真的是倾家荡产、九死一生的艺人传奇了。说到这，怎么样？爱国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一个玩笑、一个 joke 吧？爱国如果付出行动，就是倾家荡产；报效祖国，就是舍生忘死，交出生命。这个时候，但凡那些脑筋直来直去的人，只会被人架在火上，反复烧烤。只有心如明镜、不乏鬼聪明的人，才能不烫浊流，保全自己。这不，全中国头号政治大嘴胡锡进，爱国情怀够燃够爆了吧？结果最终还是被自己制造的流量反噬了，成为了爱国军民眼里的狡猾两面人、奸佞大骗子了。当然了，老于江湖的他，现在正在物色下一个能够彻底帮他转移视线的替死鬼，能够完美帮他引流降温的替罪羊。卡在这个时间点，被大嘴老胡拿来烧烤的会是谁呢？老是先知先觉、无惧铁口的询问我，只能说，在这个4朝老油条、政治不倒翁的滑头面前，任何娱乐圈的智商都能轻松归零。低调过气的歌神张学友已经躺枪，20年不倒的蔡依林已经打靶，还有黑名单上那些远离政治的艺人也已经肉在砧板了。那么下一个艺人又是谁呢？所有高喊爱党爱国的红色艺人们又准备好了倾家荡产，为祖国预定下一部飞机航母了吗？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风水是会轮流转的。70年前，红心爱党的常香玉把自己的全部身家和爱国热情都毫无保留地奉献了出去，跟着呢，差点奉献了一条命。就在刚刚过去的1个月前，一向低调的歌神张学友万万想不到，爱国爱港的自己居然会因为赞美的不够卖力而被无情的网友上纲上线，批判成了港独。魔幻的年代无需常理思考和出牌，批评因为不会被人喜欢，所以才会被严令禁止，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呢，
时代已经进入另一个拐点了。这个时代赞扬不够卖力就是一种罪行了。低调的张学友已经活生生地展示了一个娱乐圈的最新真相了，那就是沉默不再是底线，沉默已经是天花板了。所以，当爱国已经成为空气和水的时候，不能继续成为嘴头功夫的时候，那么爱国就是长相遇事的行动力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王一博生日当天献上一句生日快乐，统一祖国，那么下一句当兵打仗，以身作则，就能马上复活一出去年的大型社死现场出来了。而且非常刁钻的脑回路是，爱国群众一点错都没有，因为爱国需要发泄口。